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的频道。今天我们将深入研究一项引人入胜且有点令人不安的发现，它可能改变我们对太阳风暴及其对地球的影响的看法。就像1859年的卡灵顿事件一样，卡灵顿事件曾干扰了通信系统并点亮了夜空。科学家们现在已经发现了一次可能比那次历史事件还要巨大的太阳风暴。这次太阳风暴发生在14300年前，现在被认为是有史以来记录的最大的太阳风暴之一。那么这一发现对我们今天意味着什么呢？请继续观看以了解详情。在我们深入了解太阳风暴的世界之前，让我们先了解一下我们太阳系中心的那颗恒星太阳。它的直径是地球的109倍，它是一颗以核聚变为能量来源的充满了气体和能量的动态以及沸腾的巨大等离子体球，内核超过1500万摄氏度，而表面温度也达到5500摄氏度。那么究竟什么是太阳风暴？这是太阳突然强烈的能量和粒子释放。太阳风暴可以以各种形式出现，如太阳耀斑和日冕物质抛射，每种都具有其独特的特征。太阳遵循一种11年的活动周期，其中有高和低活动期。在这个周期的高峰期间，我们更有可能经历太阳风暴。这些风暴可以释放大量的带电粒子和电磁辐射到太空。在太阳风暴中，太阳发生了什么变化呢？首先是太阳黑子的大量出现。太阳黑子是太阳光球上的临时现象，它们在可见光下呈现比周围区域黑暗的斑点。它们是由高密度的磁性活动抑制了对流的激烈活动造成的，在表面形成温度降低的区域。虽然它们的温度仍然大约有3000到4500开尔文，但是与周围5780开尔文的温度对比之下，使它们清楚地显示为黑点。当黑子在太阳表面横越移动时，会膨胀和收缩，直径可以达到8万公里，大约是6个地球直径，因此在地球上不用望远镜也可以直接看见。太阳黑子的大规模出现往往也带来了太阳耀斑。太阳耀斑是什么呢？这些是突然的强烈的能量和辐射爆发。耀斑会影响到太阳全部的大气层，包括光球、色球和日冕。当等离子体物质被加热至数千万开尔文的温度时，电子、质子和更重的离子都会被加速至接近光速。它们产生的电磁频谱从无线电波到伽马射线，包括所有波长的电磁辐射。然而绝大部分的能量都在可见光范围之外，因此绝大多数的耀斑都是肉眼看不见的，必须要用不同的仪器观测不同的频率。最强大的太阳耀斑可以释放与11颗原子弹相当的能量。太阳耀斑强烈地影响地球附近的太空天气，它们可以产生的太阳风可以携带高能量的微粒，就是所知的太阳质子事件。这些粒子可以影响地球的磁气圈，伴随的辐射会危害太空船和太空人。接下来，日冕物质抛射往往在太阳耀斑之后发生，它们就像太阳的宇宙炮弹，它们是巨大的大规模的太阳风和磁场爆发。日冕物质抛射将大量物质和磁通量从太阳大气层释放到太阳风和行星际空间。喷发的物质是一种等离子体，主要由嵌入喷发磁场中的电子和质子组成。每次喷发的质量平均为 1.6 乘以10的12次方千克。那么当这些太阳风暴袭击地球会发生什么呢？这有点像一场宇宙灯光秀，它们能够到达地球磁层并与之碰撞，在那里它们可以引起磁暴和令人叹为观止的极光，也就是北极光和南极光。同时太阳风暴也可能对现代文明造成巨大的破坏，它们可能会干扰电力网格、卫星通信，甚至导航系统。在我们高度互联的世界中，这种干扰可能会产生重大影响。那么历史上发生过哪些载入史册的太阳风暴呢？那我们就不得不提到著名的卡灵顿事件。卡灵顿事件发生于1859年，以英国天文学家理查德·卡灵顿命名，长期以来一直被视为地球上强烈地磁风暴的基准。它如此强大，以至于导致极光出现在南至佛罗里达和中美洲的地方。落基山脉的矿工由于强烈的极光在凌晨1点醒来，以为已经是早上。这次风暴如此强大，以至于世界范围的电报系统都中断了。这种规模的太阳风暴如果发生在现代，
将造成大范围的电力中断、停电以及电网长期停电造成的破坏。2012年发生的一场太阳风暴强度与1859年的相似，它虽然也经过地球的轨道，但与地球通过该处相隔了9天，所以没有对地球造成损害。现在在2023年10月9日发表的一项开创性的研究，揭示了一次远比卡林顿事件还要强烈的太阳风暴事件，估计比卡林顿事件强度高出一个数量级。这次巨大的太阳风暴发生在14300年前，现在被认为是太阳极端行为和对地球潜在危害的先前未知维度的证据。该研究的首席作者埃杜瓦·巴尔德指出，如果类似的事件发生在今天，对我们的能源和互联网网络可能会产生毁灭性后果，可能会中断所有现代信息传播途径，并让人类文明倒退上100年，回到前电气时代。现在您可能会想知道科学家是如何找到这个古老太阳风暴的证据的。与卡林顿事件不同，这次事件没有明亮的光线或动物行为变化的地面报告，相反，研究人员在地球历史的史册中找到了太阳风暴的痕迹，尤其是在法国阿尔卑斯山的古老树木年轮和格陵兰岛的冰芯中。那么这是如何发生的呢？它可以通过物理学来解释。来自太空的高能粒子及宇宙射线可以与地球大气相互作用，导致核反应。例如，这些高能粒子可以将大气中的氮原子转化为放射性碳14，然后传播到地球各地，包括树木年轮。这种保存方式使科学家能够研究古代太阳的行为。这项研究是跨学科科学的典范，涉及考古学家、化学家和物理学家，他们共同努力揭示古代时期太阳行为的奥秘。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的研究员本杰明·波普强调了这种方法在了解太阳在现代之前的物理学方面的重要性。研究人员测量了法国阿尔卑斯山古老树木中的碳14水平。通常情况下，这些测量被认为单调乏味，但这一次他们偶然发现了一些非凡的东西。在14300年前的某一年，碳14水平出现了明显的尖峰，可能是通常一整年产生的碳14量的5到10倍。这一尖峰表明发生了大规模太阳风暴或巨大的太阳耀斑，向地球大气中注入了大量的高能粒子。为了证实他们的发现，研究团队分析了格陵兰岛的冰芯。正如太阳粒子和宇宙射线可以产生碳14一样，它们也可以产生 P10 同位素。这种同位素可以沉积在冰芯中。树木年轮和冰芯数据集中都存在尖峰，强烈支持他们发现的有效性，加强了这次大规模太阳风暴的发生。在碳14尖峰之后，研究人员注意到碳14水平在大约1个世纪内保持升高，标志着太阳活动减弱的时期，这被称为太阳的极小期。这引发了担忧，因为通常情况下，太阳的磁场可以屏蔽地球免受宇宙射线的影响，但在太阳极小期，它的效果会降低，导致碳14产生增加。然而，并非所有科学家都完全相信这些数据与大规模太阳风暴有关。一些人指出需要研究另一种同位素，即氯36同位素的浓度，它对太阳宇宙辐射比碳14或 P 更敏感。这次14300年前的太阳风暴并不是一个孤立事件，它是过去10年在树木年轮中发现的极端太阳风暴的一部分，被称为工程事件。这些事件似乎是在随机时间间隔内发生的，大约每1000年发生一次。根据专家估计，它们对电力网络、卫星和互联网构成的潜在风险是令人担忧的，每10年大约有1%的风险。总之，这项开创性的研究揭示了太阳风暴对我们星球历史和未来的深刻影响。了解太阳的过去行为不仅对预测未来的太阳风暴至关重要，还对了解太阳对地球气候的影响至关重要。尽管太阳对气候的影响不如温室气体排放那样重要，但它仍然是气候模型中需要考虑的一个因素。这一发现提醒我们，我们的世界与宇宙紧密相连，太空中的事件可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我们将继续为您提供有关最新科学发现及其对我们生活的影响的更新。不要忘记订阅、点赞和点击通知铃，以获取更多引人入胜的科学内容。感谢您今天的观看，记住，
宇宙充满了等待被揭示的奥秘。保持好奇，直到下一次，继续仰望星空，继续探索科学的奇迹。